朋友们，300瓦微型储能站，并且带应急启动的这款移动电源上架大概有一段时间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它应该如何装电池。我们收到货之后呢，是有一个标签的啊，就这个标签大家要看一下。感谢您的选择，然后如果您对产品满意，然后你可以图文评价，截图找客服，会另外给您补发一条 eMark 240瓦 C-C 的数据线。因为这条数据线的话呢，不管你是大功率的笔记本，还是说是其他的，它可以实现48伏5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款产品打开哈。直接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这2条硅胶带呢是防滑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它前面板的一些接头。首先上面这一块主板，它是由一个 USB-A 单向输出口，还有一个 USB-C， 我们称之为 C1， 它是双向口，你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。这边是 C2 口，都是可以充电和放电的。那么这3个口呢都是支持融合协议。融合协议的话呢，它对于快充、极速快充兼容会更多。然后再看下面这一块板，那下面这一块板呢，它的接口左边这个是 DC 5.5-2.5 的一个接头，它的峰值电流10安。这个是 XT30 公头，它的一个峰值电流是15安，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要注意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胶塞打开哈，胶塞打开之后，这是一个 XT60 20安峰值电流的一个接口。等于下面这块板3个接口呢，它都是可以双向的。你如果有相关的一个充电器，比如说你有16.8伏的充电器，那你给它充电是可以通过这些口来充的。这边有一个开关，这个开关呢，它是起到一个控制 PMOS 的一个信号，那么大电流会经过 PMOS 然后输出。再来看，当我们把开关打到左边的时候呢，它这前面的下面这几个口它是全部关闭，打到右边，那下面这几个口就打开了。就开关它是跟上面的这个充电宝的主板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如果说大家希望开关关闭之后，然后充电宝的主板也关闭，那在里面会有一根线，大家可以自己焊接一下。好，再来看后面的一个应急启动的接口，它这个是一个 EC5 的接口，它是直连电池的，峰值电流是可以实现140安的。然后这个开关呢，右边打开，左边关闭，它是仅仅控制这个电压表的。好，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去装电池。我们先把这个2条带子拆开，拆开之后呢，我们先把前面板拆下来。好，现在前面板已经打开了啊，然后我们再把后面板上面这2颗螺丝打开。大家记着啊，是上面这2颗螺丝。好，打开之后，我们把上盖就转过来，我们把这个充电宝主板先拿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取出来，因为太紧了。那我们需要在上盖与下盖的中心，手指捏一下，它就松了。那你上盖是可以打开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了，打开之后，板子不用取出来，可以直接来装电池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在装电池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，就是先装正极，彩带套在负极，然后方便取出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正极先装进去之后呢，然后轴向压力啊，轴向压力，好，这个就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接着第2条，它是4串2并的结构，所以说第2颗也是正极同向的哈。轴向压力就是拇指把电池往左边压着，然后再往下，这就装上了。好，第8颗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装完了8颗电池，4串2并的结构。那么在安装电池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千万不能装反了，要按照我们的正负极标识去对应，然后装入，并且要先装入正极，然后再装入负极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EC5 旁边的这个电压表已经显示了14.2伏，但是当前呢，充电宝主板是没有办法亮琴的哦，是因为我们需要激活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把 NTC 给它粘上，大家需要找一个耐高温的这种胶布啊，然后呢剪一节之后，把 NTC， 这个 NTC 的作用是实时监测电池的温度，大于65度的时候它会关机，然后低于40度它会自动开启，这是它的一个温度保护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盖上盖子了，把这个彩带整理一下，然后顺着它的一个方向整理一下，然后又看上这个上盖的这个
槽位啊要对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盖上。盖上之后，然后呢，把充电宝主板塞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装入上盖，它的前面板，然后拧上螺丝。好，平常 EC5 不用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把这个上盖给它盖上，它的保护盖啊，可以把电压表关闭。接下来给大家激活一下，我们找一个充电器，直接插入 C 口。这个时候呢，它会激活，现在显示电量17%。好了，这样的话它就完成激活了。大家在选择这一款产品的时候呢，尽可能的选择我们的成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些电池都是从亿纬原厂出货的。我们每一箱的亿纬的40PL 电池都有出货检验报告的。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当前电压3500到3600，也就是3.5到3.6伏，然后压差小于等于10毫伏。再来看内阻规格的话是小于等于4毫欧，然后阻差小于等于0.6，就是每一颗电池之间它的一个阻差小于等于0.6毫欧。容量呢是大于等于4000，容差是小于等于40毫安时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货检验报告，这是亿纬给我们提供的，所以大家尽可能的选择我们的成品，因为串联的过程当中不确定你的电芯4颗电池都是同样的容量、同样的内阻。如果说它的电压不一致、内阻不一致，那它也会导致电池损坏、无法启动的情况。